你们是谁？我们公子是城主之子，乔木剿匪英勇，公子带城主来慰问家属。生得这么好，乔木他怎么了？可惜是个女，他怎么没回来？还是个瞎子。乔木，他没了。没了？是什么意思？就是死了呀！我不信，乔木他没这么容易死。哎呀，是我不好，已经把乔木的尸体带过来了，却忘了告诉你。过来，你是乔木的家眷，辨认一下呢。干嘛？哦，你看不见啊？那我给你形容一下乔兄弟现在的样子。乔木四肢都被打断，身上少说也有50个刀伤剑伤，脸上更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是假的，尸体是假的，我也是假的，全都是假的。我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心里会不会好受一点啊？欺人太甚！我要杀了这无耻之徒！哎，别冲动呀！哎呀，和尚，这可是郭公子，没办法的呀。哎，等他走了，去帮姑娘安葬了头，再给姑娘一些银钱，好让她呀别再遭罪。这么点反应，哭都不会哭你。既然如此，我就换一种方法让你感受感受啊！鸡汤来喽！燕城人人都在传，说这乔木侠肝义胆，你来尝尝这侠肝义胆羹是否别有一番滋味？来人，为姑娘喝汤。你快喝吧。不咸不淡，味道好极了。狗一样的东西，你谁啊？跟前使！我们是乔百夫长手下的兵，老黄脑子不好，就爱吃，公子别见怪。哈？有完没完？好香啊！谁啊？没看见本官？喝汤多美啊！能否也分我一杯羹？头儿！乔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像还真不是头儿，比头儿还猛一点，还猛一点。乔木已死，你是谁？我名乔林，乔木是我亲弟弟，亵渎我遗体，我乔林就是豁出性命，也要拉你们一起上路。多少斤两说多大话！你住手！撤！我们下次再来。恐怕只要郭公子一回到城主府，那边的后手就要来了。我得抓住机会，赶紧再死一次。明日，我乔林将送我弟弟乔木遗体入土，就在城外土上安葬。这小子话里有话，明天他会出城，想要过招，明天尽管去找他便是。哎呀，正好饿了，没想到还真赶上吃我的弟弟的戏了。这汤不能喝呀，这是你弟弟的。这就是猪肝猪心啊，不是你想的那种东西啊！那个纨绔的话你们也信？况且我听我弟弟死的惨烈，内脏俱碎，哪够做羹汤啊？哎呀，头儿！看样子没穿帮。痴女，姑娘，乔某今年20有8，家中有13房小妾，各有18般武艺，36式翻云覆雨散手，请你自重啊！乔林兄弟，这是官府给的抚恤金。哦，这当真是官府给的抚恤金？我弟弟这才死了1天，官府的效率有这么快？这是自然。哦，看这样子，多半是他们自己凑的钱吧。抚恤金就不必了，我不稀罕官府那点臭钱。你不要抚恤金，那秘籍总要的吧？昔日百夫长乔木曾与我约定，若我能回到燕城，
便会将这秘籍赠予他作为谢礼。嘿嘿，又是一门硬功，必须得修。嘿嘿嘿嘿。残雪姑娘，我常听我弟弟提起你，明日我与城主方必有一战，希望你能尽快离开燕城，免得再被波及。少女，你在玩火！我乔林苦练铁当功多年，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你这身板顶不住的。别演了，你在故意说怪话，扰乱我的判断。哎呦！你身上的气味，说话时的嗓音，每句话收尾语调，都是乔木。哈哈哈！目不识物的盲人想要在这乱世之中孤身存活，固然要有点本事的。学姐，你真的不姓宁吗？看来我猜对了。所以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化妆易容吗？差不多吧。我身受重伤，战友们以为我死了，后来有幸见到王素和仙长，是他救了我，还帮我骗了他们。仙道一人，原来如此。我记得你说过，乔家为武道大族，不愿与异人来往，现在竟也认可仙道了。我双目巨盲，在武道一途上走不通，但或许可走仙道啊。哎呀，果然又要开启灭族之夜后天眼将开碾压五圣人的故事了吗？乔木，收手吧。外面这座城都是过岩的人，他是6品武者，加上军营官兵有数千人，你才刚入8品，还因天魔解体而元气大损，敌不过他。所以你收手吧，让我来。啊，送人头也要和我抢？其实今日我才意识到，我有心复仇，却无实力，用秘籍换你代为出力，却又不忍见你因此而死。这种半吊子的念头，绝无复仇成功的可能。明日我便离开燕城，去寻仙道。你也不要再与国妍斗了，你为我险些送掉性命，我无以为报。哦，这本波纹叠浪镜送你，它能发出多重内劲，让内劲不断堆叠，越堆越高，进而发挥出超越极限的威力。波纹？难道说是？这是我族代代相传的乔家功法，收下吧，乔木，这是我最后一本秘籍了。学姐不至于这么大反应吧？哦，对了，学姐是不是忘了答应过我的事啊？这本台词大全你还没给我读完呢。你有你要追寻的道，我亦有我的道，此道莽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好，我在城外的破庙等你7日，7日后若你没来，不，若你来了，我们便一同启程。乔木的亡魂出现了！不是让你禁足，又做什么去了？阿福，你也跟着。城主恕罪，公子只是慰问乔木家眷罢了。但我们又见到了同乔木长得一样的人，自称乔林，是他兄长。据我观察，乔林与乔木身高有1寸之差，长相相似，但能看出年龄不同。乔林实力如何？刚有8品，气血有亏，甚至降到不到9品巅峰，不足为虑。乔木刚死，乔林就到，此人不简单呐。阿福，你亲自去，记住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是。啦啦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啦，我送我出殡，心情很美丽。哦不，弟弟啊，你去了下面，留我一个人在这世上可怎么办呢？嘿！我的眼睛，这里面混了石灰粉，这可是你弟弟的骨灰罐啊！让兄弟一心，并肩作战。老贼，受死吧！区8品，老夫就算瞎了眼，也能除了你！
多谢兄弟。区两兄弟也敢得罪盐城城主，斩草除根，再容易不过。我该回去复命的。呀，老贼，欺负我乔家无人。幸好我动手快，否则就要同时面对孪生兄弟2人了。天魔解体，又是天魔解体！就这么喜欢送死吗？哼，不过如此。你好。他怎么还没死？我刚死了，但我又活了，是不是想打我？细狗，你拳头棉花做的吗？装神弄鬼，以为假扮成同一个人就可以乱我心智？你们乔家人怎么起手就是一个天魔解体呀？不怕死吗？你们都不是人吗？回头见。回头见。天魔解体，神弄鬼，假的，全是假的，休想乱我心智！给我死！不管你是人是鬼，我都会让你绝无复生的可能。告诉你个鬼故事，老子刷新了。放开我，你个疯子！上天的馈赠，将将，任务完成。怎么只有地啊？技能增长也几乎没了。我目前只有8品中级，还没出现气海漩涡。果然品级越高越难突破。哇哦，竟然可以设置复活点！有了这个功能，我可以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复活。嘿嘿嘿嘿，这么好的功能，当然要赶紧试试了。嘿嘿嘿嘿嘿嘿嘿！我操，怎么是他？直接去城主府再莽一次。复活那么多次，还从没庆祝过，今天就好好吃一顿。感谢各位大厨。狗鼻子就是灵啊！到吃肉的时候自个儿就知道往后厨跑。哼，臭小子来的正好。里面的都聋了吗？还不开门？大黑，给我咬！好狗。安静，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这城主府中入了品的武者有多少？我爹是6品，另外2人7品，其中1人是符叔，他刚才冲上去杀你。另外一个叫周文，8品的话似乎有5、6个，9品我就不知道了。你知道武集会吗？或者大炎皇帝秘密出行的事？你怎么也知道？别废话，说重点。我说，我爹说皇帝可能在1个月内到燕城一带来，让我最近别惹事儿。具体的时间呢？行程安排呢？我如果现在回答他一定会立刻杀了我。我要想办法把他从厨房引出去，最后引到爹那里去。这种重要的情报，我哪里知道的那么详细啊？留你何用？不过我带你去我爹的书房找，那里有密信的原件。哼，这是想把我往郭岩那里引呢。哼，我还正愁他不出手呢。不过我也不会让你这么好过。下套是吧？小当家，我还知道我爹的一本绝世武功秘籍藏在哪里，到时我一起给你啊！求你别杀我！什么秘籍？那本秘籍叫武圣灵犀诀，我爹经常偷偷练来着，绝对是上乘武功秘籍啊！嘿嘿，武圣灵犀诀，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样子。前面带路，别想耍什么花样。爹啊，
你在哪儿？这么重要的东西，郭岩没上锁？除了我，没人敢未经允许进我爹的书房。这功法怎么回事？不讲呼吸吐纳，也不讲拳脚兵器，而是讲直觉，炼神秘法，直觉敏锐，料敌先机。这么玄乎？这功法这么少？不会还有下半本吧？好像在我爹的机要密室里还有，不然我领你过去看看。别耍什么花样！乔林就在我背后，只要我有所异动，就会动手。但他看不到我的表情，一定有办法摆脱他的。如果说这城主府中谁最有可能救下我的，也只有我爹和周文呐。爹不在书房，一定在机要室。只要能到机要室，我就一定能活下来。是周文，我有救了！公子，快来救我！我被这家伙挟持了！不对劲儿。他领会到我的意思了。公子请自重，休要冲我抛媚眼儿。我周文已经年过40，已有妻室，不好难逢，更无意那3人行。救我！有刺客，公子遇害了！刺客在哪儿？城主！终于逼得你出手了！无言，有本事立刻杀了我！别留手啊！老子可是修了铁布衫的人，这点力气可杀不死我！为何要杀我儿？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乾坤不报，我来报！给个痛快！乔林，你死之后，我会把你的尸体挂在城门楼上暴晒10日，以祭吾儿亡灵。城主最恨挑衅他的莽夫，恐怕要废了这乔林全身经脉泄愤，说不定还会用千万种法子吊着他的命，让他活受罪。接下来就是推进。一口人侠气，千里快哉风。你小子倒是好兴致，这档口还能念诗。天魔解体！这小子竟然还留着杀招。好，这小子要跑。此人竟刚烈至此！混账！这么多人，竟让一个废人跑了！来人，去乔家，乔家人统统处死，一个都别放过！是。周文，你下去捞尸，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是乔林，快把他捞上来！只3日，乔林勇闯城主府，单杀郭公子的英勇事迹便在雁城内外传开，几乎所有人都在为这位下落不明的好汉祈福，除了乔木，你上回能得仙长相助，这一次一定会没事的，对吧？
什么情况？我咋还没死？这伤，这剧痛。乔林，你在城中的所作所为，我都已经听说了。救助侠士，人人有责，你不必太感谢我。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你为什么还想治好我？用心歹毒如此！放弃吧，别治了，但我求你。乔林，你没事吧？乔林莫非是自觉已无力回天，不想拖累我们山寨？到了生死关头，还不忘替旁人着想，果然是侠义之士。乔林，我知道你现在遍体疼痛，生不如死，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王颂和绝不会坐视一名义士就这样死在我面前。活着就有希望，撑下去。老天爷呀，快救我脱离王颂和的魔爪吧！乔兄弟，永垂不朽啊！虽然耗时长了点儿，但好在终于还是死了。不过这出无效抢救倒是让这次的死多了几分传奇宿命感，连带着评价也提高了，不亏。出现丹田气旋了，我从8品中期跳到了7品巅峰，这次复活有种一下子跨过了几十年岁月的感觉。圣灵吸诀入门，几门硬功也都有增长，这效率可真不是一般的硬。好，什么人？你们是谁？你怎么会长得跟寨子里那个一模一样？你是什么人？为何窥视我山寨？兄弟什么的都用过了，我每次复活随着气血增长，看起来都会成熟一点。这次用点别的。我姓乔，名乔森，为寻找我儿乔林而来。莫非他就在此处？等等，乔林他爹这么年轻，你看着也不过30吧？这就是长生拳的功效吗？学姐说长生拳大成之后可长生不衰，原来还没什么实感，现在我才练尽偏精通，便有周身惊险、旺盛不衰之感，一定要早日弄到后半卷。早睡早起，勤修苦练神功护体罢了。诸位，可否带我见见我儿？这个嘛。王先生，我儿死得其所，此举大义，不必悲伤。只是逝者的事情已经了结，活人的事情还得继续追究。那燕城城主郭岩害死了我2个孩子，我过几天就去杀了他。怪不得乔家兄弟都头铁到那种程度，原来是你这个当爹的教的。王先生，我看得出你虽名为山贼，实则胸怀天下。不知可愿与我出山，共决讨国大事，一同为百姓谋一条活路。这话好耳熟啊！我现在是7品巅峰，与郭岩单打独斗尚有一战之力，可郭府又不止郭岩一个，还是找个帮手比较稳妥。乔森此人修为颇高，如能借他之手除去郭岩，的确是桩美事。可他与乔林一样，行事鲁莽，容易坏事，还是先把人稳住吧。你一眼就看出我心怀天下，并非普通山贼，在下佩服。但对付郭岩此事，可从长计议，不能硬闯城主府。那你慢慢想吧，下定主意了再来找我。等等，您这是干什么呀？你们不是说郭岩的手下在四处寻找我儿的尸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吗？我先找个人把他送过去，以免那些狗乱咬乱吠，扰了你的大计。什么？你要把乔林的尸体送到郭岩手中？郭岩行事乖戾，他有乔林的尸体，是要将他亲手挂上城门，曝晒示众，这是要乔兄弟死后也不得安息啊！
哦，是吗？那我儿的尸体就是很好的诱饵了。郭岩若是能因此离开戒备森严的城主府，更方便我们下手。这位大哥，乔林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不必多言，若是能杀郭岩，我便是待我儿做诱饵，也心甘情愿。乔兄，啊不，乔叔大义，王某自愧弗如。我这就安排家世清白的医师，将乔林的尸首呈报上去。这几日就请你在寨中小住，静候佳音。帮手有了，刺杀计划也初具雏形。接下来该想想，过2天刺杀郭岩时，我应该怎么装？怎么人前显圣，提高评价啦？好说好说。连5级会行选使都查不到乔家人的踪迹，难道说乔木乔林只是在扯大旗，假装自己背后有一个所谓的乔家？居然差点被2个毛头小子骗过去。家主，乔林的尸体找到了。哦，尸体呢？快带我去看看。不是作伪，这的确是乔林的尸体。小的听说那乔林在医师家白白折腾了数日，才痛苦死去。查一下那医师有无问题，若是没有，本城主明日便亲自将乔林尸体挂上城墙。城主有令，今日封城，外人不得入城。郭岩这老匹夫还挺警惕，挂个尸体居然还封锁城门，就这么担心人群里再钻出个乔家人吗？好在我早有对策。王先生，你我虽结盟，但还需分头行动。乔叔莫非已有计划？我需要你们潜入城内，等郭岩离开城主府，就制造混乱，拖住援军，而我就直接去找郭岩，然后亲手宰了他。你是打算独自对付那郭岩？对，我意已决，你可别想跟我抢啊！送人头这种差事，没人能跟我抢，没有。刺杀郭岩是这次计划中最危险的一环，想不到您竟愿意主动承担，为我们这些小辈披荆斩棘。我对您的敬仰就如滔滔江水，绵延。停！小王啊，我就是不想你们抢我的风头，哪儿就那么伟大了？啊？实不相瞒，我乔森生平独好人前显圣，你们别抢我出风头的机会。另外，你们搜刮郭府时替我顺几本秘籍，就算帮大忙了。就为了这点小事，不惜把命搭上，你比乔木乔林还要忙啊！我们继续说正事。小王，你说过自己是在河边遇见我儿的，对吧？可他应该是在城主府内跳井落水的。据此推测，城主府井下应该有一条直通城外群山的地下河密道。你们明天就顺着这条密道走，保证神不知鬼不觉。果真有密道！弟兄们，咱们今日便潜入城主府，配合乔前辈击杀郭贼！出发！算算时间，王颂和他们应该已经找到密道了。那么我也该开始行动了。这高度好，摔下去肯定死的不能再死了。系统，这次把我复活在之前设置好的复活点。这个功能可太好用了，直接在城内复活。封城又如何？郭岩，我来了。不是说城主今日给郭公子出殡，可为什么没人穿丧服披素考呀？唉，这燕城一天天的闹，什么时候是个头哦？开棺提尸。
那是谁啊？怎会死得如此凄惨？好像不是郭公子啊。有点眼熟，看着好像是之前打了郭公子的那个义士。哎呀，真是啊！昨天听叔叔的讲，有个叫乔林的闯了城主府，就是他吧？哼，这可不是出殡，而是游击。郭岩豪横的手段，竟然借此来威慑众人，幕后恐怕再有侠士，也不敢轻易对他动手了。义士，姓乔的算哪门子义士？白日硬闯城主府杀人，按大严律法就是死罪，当斩。硬闯民宅，胡作非为，这种事郭公子以前做的少吗？就是，那时怎么不见你跳出来说他违反大严律法了呢？如今严惩恶妇遍野，城主却不管不问。按照律法，第一个该死的就是他。哼，一群臭乞丐还敢扯什么律法？我城主大人，给我打！驱逐饥民，为报一己私仇，封锁全城，致使良家飞长，官商勾结，草菅人命，你们迟早会遭报应的。饿死也是你们活该，粮价上涨，不会多挣点钱吗？内城的春香楼不是还缺倒夜香的龟奴吗？可别，那穷酸味儿会脏了我的莺莺姑娘的。像你们这种贱民，还是早点死掉，投胎当狗也比现在强啊！没错，就跟你们说的那姓乔的一样。我的头发！臭奸商，你也配有今天！兄弟们，上！别！要救命啊！哎呀，救命啊！城主！城主大人，街边好像有人在闹事。不用管，一帮刁民而已。明天抓几个，杀一儆百就是。城主大人，有刺客！快保护大人！快保护大人！就差一点儿，只要我再躲慢一点儿，这长枪贯穿的可就是我的脑袋了。郭岩，你杀我家人，还拿他失手示众，此等血海深仇，乔家理当千倍奉还。乔林，你没死？不对，不可能！错，我是他老子乔森。这乔家人很有同伙，他妈的，到底有多少个乔家人？什么乔家不存在？无极会误我！还愣着干嘛？杀了他！杀了他！来呀，千万别留手！杀！快放箭！这是什么怪物？单枪匹马就破了军阵，你慌死吗？我们这边的猛人还没射呢，不许退，给我顶住！我走。该死，乔家人都不会死的吗？怎么就偏偏被这群疯狗给缠上了？而且这个乔泽和那个乔林未免也太像了，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郭岩老贼，你跑不了了！城主，你先走，我来挡住他。我给我儿子报仇，来干什么？住口！你儿子杀了城主的儿子，他死有余辜。那小畜生平日长期压群众，无法无天，我儿子就是为民除害。你这恶徒，没资格诋毁我家公子！哼，不愧是郭家养的狗。请问，你的狗环呢？住口！你就算死，我也绝不会让你再前进半步。你是条好狗，可惜跟错了人。周文可是7品武者，在他手上竟然连10招也未过。城主还没有出手呢。周文干得不错，城主。这就是与本城主作对的下场。乔家人再多又如何？来一个我杀一个，没有人可以撼动我的地位。死亡评价等级 A， 本次死亡奖励技能点56点，恭喜宿主首次刷出 A 级评价，开启自由分配技能点数功能。什么鬼？还告诉我说复活是靠命的呀！所以这是新手保护期，一次性把我之前欠下的债全扣了。早知道我只练长生拳了呀！如果全点在长生拳上，我已经是半个仙人了呀。还好 A 级评价给的奖励慷慨，不然亏死了。罢了，不计较了，我还要去报仇呢。城主，叫上所有人，火速回府。是。不要放他回去，我们要为乔义士报仇，杀了郭岩！群贱民，来人，给我杀！乔义士，你没死啊？乔森，不对，我明明杀了你！来人，给我杀了他！是。郭岩，拿命来！兄弟，局势对我方不利啊，我们该怎么办？不知道是人是鬼，每个人这么点军饷，人呢？拿什么命都跑了，我也跑，不许跑！违令者斩！没用的东西！郭岩，今日的局面是你咎由自取，受死吧！就凭你！好凌厉的剑气，这家伙受了伤还这么强！都是你！我多年苦心经营，全都被你毁了！我要你死！你们乔家所有人都得死！别输了，养虎结界！什么？可能？这才不到10招，他不可能做到徒手接剑。难道你已经识破了我的剑路？若是第一次交手，我断不可能识破。但是，这已经是第3次交手了。第3次？你是？可恶！我堂堂城主竟然被当猴子一样耍！杀乔森，其实你就是郭岩已死，杀人者乔家乔森。乔大侠，乔大侠，乔大侠！
真好，装完逼就死，这次就能得到 A 评价了。乔叔，你放心吧，放心，这次我一定能救你的。放开我，我不要你救！王颂和，你好歹毒的心呐！乔叔，你总算活过来了。又来？这脸色不太好，像是心情郁结所致。唉，如今你体内经脉几乎全毁，内劲十不存一，恐怕需要长久休养才能恢复。燕城不论是医药还是武学都十分落后，我得耗费些时日才能找到办法。不过乔叔放心，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医治你的。你可别了，只要你别救我，我立马就能行。走，忘了我尸体还在街上呢。我出去透个气。乔叔是要去找那个尸体吗？乔叔准备真充分，还安排了别人假扮你，让郭岩松懈。假尸体？哦，就是那个替身的尸体啊。哈哈哈哈，没错，那尸体现在在哪儿呢？乔叔放心，那位牺牲的义士，我们已经将他风光大葬，他的墓前种满了菊花。那还真是让你费心了。对了，燕城附近还有武集会的据点吗？据我所知，已经没有了。不过河阳府那边有他们的势力。河阳府是不是在北边？在北边，难怪。自从练了乔家的武圣灵犀诀，就感觉北面有什么在吸引我。现在想来，应该就是河阳了。乔家便是在那里吧？乔家便是在那里吧？好，我现在就去河阳府，燕城这边就交给你来善后吧。现在去？可你的伤还没好，要不再过段时间？左右留在这里也治不好。我去河阳，说不定还能找到办法。也对。稍等，乔叔若是想去，我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我有一名故交，名叫沈清河，他在河阳府城为官，为你谋一份差事，应该不在话下。啊？你不是山贼吗？难不成你黑白两道通吃？以前的同僚罢了。呵呵，不愧是你啊，不会当官的医生，不是好山贼啊。信里就叫我乔木吧，我乔森杀了郭岩，不想太张扬。哦，好的。那么祝乔叔一路顺风。你小子还挺不错的。行，我也不能亏待了你。走，我带你去分赃。郭岩这个老匹夫，居然刮了这么多民脂民膏，简直禽兽不如。哇，发了，赚大了！乔叔，小王，这些钱你都带回去吧。什么？外面还有很多快饿死的百姓，不能不管。你拿这些去别地买些粮食送与百姓，他们必会感恩于你。燕城如今没了城主，上面用不了多久就会派人来。与其再来一个郭岩，不如就由你接手燕城，以燕城为据点，展开大计。乔叔，打住！我可无意白来一趟，这本神功秘籍就归我了。好眼光，这纯阳无极功乃是古法武学中的顶级功法，是吗？我瞧瞧。乔叔，你已经结婚生子了吧？这本书看来和你无缘啊。怎么就无缘了？我前阵子的身体还是个15岁孩童模样呢，只是练着功，居然一点元阳都不能泄。像我这种血气方刚的男人，如何忍得住？要不乔叔试试我这本《血肉百变》？这是由武圣人开创的金法武学，本书由浅入深，有多个阶段。前面的部分是一些融合了化妆术、易容术和缩骨功在内的奇技，若能大成，便能精准控制血肉，变成自己想变的样子。那不就和72变差不多了吗？乖，今天是个什么日子？爆率可有点高啊！不过
这上面的内容太过深奥，学习起来费时费力，不如等你恢复之后，我俩共同修行研讨，然后你再去河阳府也不迟。又来拉我入伙，再留你这儿，我就真死不成了。王先生的恩情，乔森日后必涌泉相报。告辞。日后总有相见的一天，到那时再让他加入我们的计划吧。学姐，学姐已经走了吗？7日之期未到，我走去哪？哈哈，今天刚好是第7日，郭岩那个老匹夫已经被我干掉了。好，乔家的血债总算清了一笔。你有没有受伤？手怎么这么冰？学姐，那个我要去河阳府城，寻找武圣人和下半本长生拳的下落，所以我们可能又要分别段时间了。河阳府，真巧，威哥还要去那里。真这么巧？不会是舍不得我，想一直跟着我吧？谁跟着你了？在下乔木，因王先生的举荐信而来，拜会沈推官。你真是他推荐来的？他说你身体负重伤，我却看你身体好啊。那是那是有隐情。这不来之前我又死了一次嘛，顺便给纯阳无极功和血肉百变入了个门。对了，举荐你的王先生现在在何处高就？王先生在山林隐居，神出鬼没，我也只是偶然碰了一面。哼，偶然碰了一面就举荐你罢了。他既然不想透露，就不勉强。还真是可惜啊，看到他亲笔写下的字，很是怀念。想当年，要不是靠着他亲笔写下的药方，我恐怕活不到现在啊。不提了，他举荐的人，我自然信得过。不过我这儿只有文书和捕快2个职位，还缺人手。捕快吧。查案的差事相对自由，也能借这个机会在城中走动查访，寻找武集会的线索。在下乔木，是新入门的捕快。沈大人一向铁面无私，怎么给这人走后门了？会不会是亲戚？肃静！新人既已自报过家门，日后便是同僚，当好好一同办事。现在人到齐了，回来讲一讲案子。想必你们也听说过河阳府城无常妖物案。妖物？无常妖物？近日来，河阳府城之内多有妖物走袭，骇人性命。据说这妖物被称为无常，乃是以死期为食的一种妖兽，每次出现都会带走一条性命，如黑白无常一般，因而称为无常。妖物实力极为强大，想抓他的也有不少武者，其中不乏实力较劲的6品、5品武者，但都被夺去了性命。这么厉害，这妖物很有让我一死的价值呀！不过这个案子，我们得和玄天宗一同调查。玄天宗？这可真是太巧了。乔家灭门后不久，原来的乔家地界就盖了一座名叫玄天观的道观，现在也被人称作玄天宗。这玄天宗能拿到乔家的地，和武集会脱不了干系。长生拳的下半卷一直没有线索，或许可以从仙宗入手，运气好点儿，说不定还有机会找到另外的修仙法门。又来？这种事干嘛非得摊到我们头上啊？吃力不讨好的活，我脚筋也捞不着。兄弟，大伙怎么这个反应啊？哎，我们就是普通的捕快，缉拿妖物这种活哪是我们能干的？而且我们之中最强大的老大也才将练进7品，所以这是强塞来的任务，是不是多少有点不顾人死活了？怎么办呢？朝廷乐意听仙宗调遣，
倒霉的永远是咱们。各位不必忧心。听你们在聊无常妖物啊，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他是玄天宗的明月上仙？妖物并不需要你们对付，你们只需要追查妖物的踪迹，发现后可立刻通知我。所以这次行动还要多多劳烦各位宫门捕头了。多谢上仙挂念我等凡人的安危，上仙真是宅心仁厚，我一定会追查到妖圣踪迹的。那就拜托你们了。这些家伙当牛马还这么积极。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我们也只能做点跑腿的活了。话虽如此，这么点小事，仙宗为什么不自己做？是要借此来打压朝廷吗？这妖物以死气为食，所以常会出现在将死之人的附近，也就是医馆、牢狱之类。若这些地方也寻不到他的踪迹，也可让将死之人聚在一起，以此作饵，吸引他出现。以人为饵，是不是太过了？总归是将死之人，何不让他们死前发挥一些价值？那如果我们抓住妖物，不知上仙要如何处置他？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会将其带回宗门另行惩戒，然后让他以有罪之身为我仙门效劳。好一个好生之德！他杀了大言子尼，还能上仙宗活着，天理何在？按大言律法，杀人偿命。可大言律法只管凡人，不可干涉仙宗，所以妖也自然由我们仙宗处置。你，敢问上仙，若我们在追捕过程中侥幸诛杀了妖物，又当如何？我说了，很危险，若是遇上，一定要立刻通报。啊！要是碰上被追杀来不及通报，难不成还不能反抗？这一反抗再侥幸杀了，也算立功了吧？到时仙宗门是否会给点奖励？比如去宗门参观什么的？仙门重地，凡人岂可踏错？玄天宗的人还真是嚣张，看来只能另想办法探查了。好了，今日便到这吧，还望诸位3日之内寻得妖修线索。嫂儿，咱们怎么做？真听他的，早点快死的？我大燕王朝的府衙，没必要替仙门人指手画脚。你们继续去城中探查，其余的我会想办法。一有消息，立刻上报给我。是。乔木，你留下。沈大人一向公正廉明，能把你招进来，说明你确实有点本事。所以，你方才是故意激怒他，还是确实有办法诛杀妖物？啊哈哈，头儿你高看我了，我只是客观提问。当真？当然，既然是吃死气的妖物，那我何不考虑死一死呢？进。陛下，有王宋河的消息了。说，安排在沈清河身边的探子来报。沈清河来一个请求，举荐人便是王宋河。王宋河的举荐信中并未提及他的具体情况，沈清河应该也不知。陛下，当年朝堂之上便有传闻，王宋河转修了仙道，无稽之谈罢了。他对仙人深恶痛绝，怎可能修道？不过人终究是会变的，数十年销声匿迹，如今终于有了行动。想来他举荐的人也不是一手闲棋，安排一下，朕要看一看这乔木究竟是何许人。残雪，上次见你时，你还是个小娃娃。10多年，弹指一挥，
你终究还是来到此地，何该有此缘法？林林上人，乔家的事我早已知晓。其实仙道武道本身并无错，你天生灵觉过人，能有更好的修炼方式，又何必浪费？你不愿入仙宗，在我这里也是一样的。是。乔木现在在做什么呢？老实点，不来的话10条命也不够你死的。放心，今天就算打死我，也不会从这牢房挪出半步。毕竟，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搞来的作死机会。只听那壮士乔森大喝道：“我辈武夫自当一往无前！”说完，将那燕城之主一枪刺死，扬长而去，只留下英雄般的背影。好，太好了！乔森真英雄啊！光说我有什么意思啊？城里妖物作祟，说书的学会抓热点啊！本来想根据这些市井消息推断一下妖物的动向，然后我就能去死一死了。结果听了大半个小时我自己的光辉事迹，真是浪费时间。身为河阳府城的捕头，白日里不办公务，反倒是在这听书。请问这是否有渎职之嫌呢？你在教我做事啊？这人不简单啊，英姿挺拔，气度不凡，一看就是大人物。而且他身后站的不动身形也自带威压，明显是个高手。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在办案？都像你这样好为人师，不如去指点当今圣上打仙人战争喽。放肆！这位仁兄言辞犀利，颇有风骨。我很好奇啊，在你看来，这当今圣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还能是什么人？该死的人！我刺杀大炎皇帝的大计一直没机会执行，传言说皇帝会路过燕城，可我连个影子都没见着。杀了郭岩也没见朝廷发通缉令，本来还指望被官府处死呢。对呀，眼下不就是一个机会？这两人说不定就是地方官僚，若是当着他的面把皇帝狂喷一顿，获罪而死的话，嘿嘿嘿嘿，一定能名动天下，死亡评价不会差。哈哈哈哈哈哈！当今圣上，那可是千古一遇的明君呐！千古一遇，这评价是否过高了点啊？不高不高，你看他年号定得多好，永和永和。皇帝向先人不战而降，赔款填缴，这样仗就永远打不起来，能不永和吗？可是先人势大，连武圣都惨败而退，10万精锐全军覆没。有没有可能，当今圣上是以大局为重，有些事自然只能妥协？你想说圣上在下一步大棋是吧？董哥，落后就要挨打，若无其他选择，自然只能妥协。但妥协是韬光养晦，还是彻底伏低作小，就是两码事了。燕城十室九空，百姓流离失所，落草为寇。可燕城城主徒有恶票而不知发，朝廷对此更是不闻不问。皇帝号称受命于天，代天牧民，所以这是视子民如牛马，将其当作可以讨先人欢心的资源而随意割舍吗？百姓困苦，朝纲疲弊，不知道造出了多少个燕城。好一个万人之上的天子，好个大局为重的永和帝！
大逆不道，简直一派胡言！你那么激动干嘛？皇帝供养仙宗，在座的都知道，他还准备在各座大城设立仙宗驻地，随时欢迎大爷来玩。歪屁股简直不要太明显！住口！不许侮辱当今圣上！我就骂，皇帝就是仙人舔狗！这是哪家的猛士啊？居然公然辱骂了当今圣上，比我的说书还精彩10000倍啊！太刺激了！他都快骑在朕的头上骂了，该不会已经识破了朕的身份，故意给朕上眼药呢？又或者说，这些话也是前刑部尚书宋和的意思？当初宋和死谏先帝，绝不可屈服于先人。如今天下局势由他所领，他又举荐了此。大言律令，放映圣上于弑朝者，秋后问斩。因言获罪，祸不及他人。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罢了，他终究不懂军国大事，只是逞口舌之快。今日便到此为止吧，告辞。什么情况？我脖子都小了，你就这么放过我了？你没事吧？气有点伸不上来。哎，别走啊！我还可以骂得更狠些的。谁是乔木？我就是。有人告发你妄议朝政，诽谤当今圣上。哼，给我抓起来！兄弟，到底什么时候才杀我呀？不会真等到秋后吧？哎呀，秋后太久了，只争朝夕，不能浪费百姓的税银。趁现在吧，不用挑时辰的。处刑的时候，我希望闹大一点。我这人就喜欢热闹。哪有人这么找死的？该不会他知道死不了，上头有人保他吧？哪个后台这么硬啊？辱骂天子也敢包庇？老实点，这里关的可都是死囚，你就别妄想着出去了。死囚？那这牢里真是来对了。我记得那个无常妖物，爱使死气的吧？原来是只猫啊，吓我一跳。小家伙，这死牢可是阴间地儿，你跑这里可捞不着好。来，我送你出去。哎呀！喂，你没事吧？没事，我好着呢。别看我这样，我可是道圣。想当年我劫富济贫，救了多少百姓？那你不还是被逮进来了？哎，一时失手。有个大户子女是个艺人，他们给我使绊子，让我在这几10年了。不会是命还长，当初了这地儿，老夫还是英雄好。来人呐！有犯人昏倒了！你在干嘛？死了？难道这是猫妖？就是他了！来，弄死我！就是这样，来呀！喂喂，你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无常妖物，卖萌撒娇是几个意思啊？等等，这妖物是吃死气的，他黏着我，难道是因为我快死了？这表情又是怎么回事？痴汉猫吗？知府大人放心，没有人能从这牢里逃出。这怎么？什么时候问斩？我快等不及了。乔捕头说笑了，我是河阳知府龙明，之前都是误会，我们是来请您出狱的。出狱？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
本来就是来接乔捕头出狱的，这老门坏了也罢，坏了也罢。算了，我下次再找机会进来。还来？明明随手就能拆了牢门，却不跑，辱骂天子，都有人拿着谕令捞他出来。此人背景通天，万万惹不起。哦，对了，还有件事，让这位老人入土为安吧。摔了一跤，没挨过去。乔捕快果然心地善良，一定照办。来，这边请。话说回来，那只猫妖去哪儿了？算了，日后再来学吧。2天，才2天，你就顶着这份公差滋事被抓，我这衙门的威信何在？大人，你是了解我的，我是为了破案才故意犯事，去监牢里暗中埋伏，而我也确实见到了那无常妖物，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原来如此啊！你当本官是傻子？去牢里用得着辱骂皇上吗？乔木，沈大人为了捞你，头一次搞特权，还亲自去了趟知府那里，给那个娄老东西赔礼了。要不是看在王先生的面子上，谁管他？多谢大人，你和王素和就是我作死大道上的绊脚石啊！罢了，日后谨言慎行吧。虽说我是去捞人，但听姓娄的说，在我到之前就有人拿着飞鱼令要他放人了。飞鱼令传的可是皇命，难道他上头的人是皇上？是皇上命他骂他自己？难不成皇上就放屁？好了，说正事儿。你方才说见到了妖物是何模样？是一只三花猫，大概就这么大，出现在一名囚犯身边。那囚犯年事已高，摔了一跤就没了。那猫妖吃了囚犯的死气变大，但并未伤人。无常妖物的每一次出现都必有死者，这点对得上。之前部分死者的身上有巨大的致命爪痕，确实像是猫、虎类妖物造成的。可这家伙怎么感觉都不像真凶啊？有没有可能猫妖不杀人？何出此言？猫妖只是被死气吸引才出现在现场，但是被误认为是杀人的妖物。你的意思是，还有一只妖？芈月师姐，圣女的这头鼻金飞虎实在太凶了，我们训不来。是啊，而且师姐您最近一出门他就发狂，我俩实在没辙呀。豢养灵兽本就是我们的职责，到时候圣女出关怪罪下来，我们谁都担不起。好厉害！这帮蠢材果然什么都不懂。凶虎不发狂，怎么显得我芈月玉兽有数？怎么在圣女面前立功？圣女闭关少说还要1个月，问题不大。火下山一趟，必经飞虎就交给你们了。接下来只要抓到那无常猫妖，我在宗门里的地位定能更上一层楼。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抓捕无常妖兽。乔捕头昨夜在城西的监牢见过他，因此重点在城西这一带搜查，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所有人按计划去街区搜捕。是。果然，昨天从牢里出来就感觉你一直跟着我，这么黏我，不会是把我当成长期饭票了吧？你这嗅来嗅去的，倒是让我想起了学姐。不过她可比你的痴汉猫可爱多了。乔木，什么情况？那只猫是？它就是我说的那只猫妖。他往西郊去了，我去右边堵他。
他往左边拐了。他掉下去了，跟上！跟丢了。不对，这猫妖速度敏捷，应该早就能甩开我们才对。再往前找找看。他为什么一路不远不近的吊着，像是故意引诱我们？此处，老大知道这里？衙门查过，这里是一个新建立的小帮派——赤水帮的地盘。帮主江龙是个6品武者，实力不容小觑。好重的血腥味儿！赤水帮帮主江龙拜见上仙，能为9大仙门之一的玄天宗办事，是我的荣幸。上仙若能早日让我进入宗门修行，习得长生之法，我一定违上仙之命是从。你如此诚恳，我自然是要给你个机会的。不过想进仙门的武者多如牛毛，我也不能如此简单答应。只有通过我的试炼，我才会收下你。试炼？品级只代表武者的内劲层次，我想看看你的实战人物。放心，只是点到为止，动静可不能闹得太大。这是怕了，放弃也是可以的。不过这长生之法，上仙误会了，我是怕一不小心失手把他打死。哼，上仙放心，我定点到为止。上仙，救我！无常妖物能闻见死气，而这死气只会在将死之人身上才有。这6品武者的死气呢？他闻着味儿一定会过来。好了好了，先吊着他一条命，弄死了，死气很快就散了。往日我的血是便会听话的，今日难道这个6品武者对他来说是大补之物，引发了他的凶性？你果然来了，束手就擒吧！这下糟了，小虎暴走了，要是让人知道的话……看上面，果然还有另一只妖，跟我来！来晚了一步。什么？那虎妖多半是玄天宗豢养的灵兽，灵兽通常是受修仙者驱使的，御兽者方才一定就在这里。你是说，这无常妖兽案的始作俑者是玄天宗？啊，英雄救猫，完美！
狐妖强悍，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我身法快，可以拖住他一会儿。你去叫帮手，快去！天魔解体！抱歉啊，老大，可不能让你抢了我的人头。乔木，我不是叫你去叫援兵来的吗？不，老大，你去叫援兵，断后的事交给我。愚蠢！明明能跑的，又送上门来，这下好了，2个人都得死在这儿。盯着乔木，摸清他的底细，有事立刻与朕汇报。皇上要盯着的人，若是死在这儿了，怕是不妥。但是操纵狐妖杀人的真凶还在这儿，皇上眼下不愿与仙人起冲突，我若贸然行动，只怕会给皇上带来很多麻烦。罢了，只能见机行事了。碍事的不管，说了找到妖物不可硬上，立刻告知我。居然真有不要命的敢冲上来，也罢，区区6品凡人武者，也就是给小虎打牙祭的。等小虎吃饱了，我再回收便是。好厉害的狐妖！仅凭爪子打出的锋刃，就破了我的护体禁忌。死在他的爪下，收益一定很高。来呀，就用你最厉害的招式干死我！来得好，让我死个痛快！愣着干嘛？躲开啊！别捣乱了，让我死一死！狐妖强大，不能硬拼。只能靠身法牵制，寻求破绽，再给出致命一击。我现在传你前一步心法，仔细看我的动作，记好口诀：心气于足，神意自通，踏虚为实，踏实作虚，朝天轮转，循环往复。哎，求你了，有教也先把我放下来再教啊！我快窒息了。这种情况下，3仙也学不会啊！引5步，再入周，这都行。乔木，这狐妖内劲深厚，普通斗技伤不了他。牵引步虽然能避开他的攻击，但也无法对他造成伤害。这样下去，自乔木掌握了牵引步，我们还是必输无疑。不自量力，那可是圣女的灵宠。水火不侵，刀枪不入，你就乖乖等着被吃掉吧。对你们凡人来说，这是莫大的荣幸。乔木，一定要平安无事。天魔解体，牵引步，你打不过他的，快走！系统，给我加点儿！使用成功。刚才那一击的内劲远超6品武者，而且他还在其中融入了一套速度极快的身法，威力倍增，再加上他那只攻不守的搏命打法，这乔木是个狠角色呀！我家祖传的牵引步是这样用的，千行逆纵，闪转腾挪的轻功，
怎会被他用得如此暴烈无比？难道这么多年我都练差了？臭老虎，刚才不是很嚣张吗？受死！住手！这碧琴飞狐乃是玄天宗舍女的灵宠，立刻把它交还给我。仙门的规矩，与我一匹夫何干？这孽畜害死不少人命，按我条律令，枪斩！杀了！如此果决的杀了虎妖，他怎么敢？为什么这个武夫这么轻易就做到了当朝天子都做不到的事？你居然！杀人的孽畜已经伏诛，但纵虎杀人、草菅人命者，一样要偿命。仙宗灵宠犯事，自然由仙宗处置，还轮不到你一个凡人插手。而且你还诬陷本仙，罪当万死！诬陷？那可否请明月上仙解释一下，你为何出现在这里？捉妖是纵妖，放肆！本上仙的行踪还要与你交代。你们擅自行动不与我汇报，妨碍仙宗行事，还残害舍女灵宠，衙门所有人等死吧！草菅人命，目无王法，你们仙门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乔木，你没事吧？振作点，你放心，我和大人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别救我！乔木，我这次真的吃得好饱呀！和喵以前只能晚上偷偷跑到那些快死的人那里，当然和死气填肚子不一样。这不快死气冲动没得说，而且他昨晚还救了我，好特别，好喜欢。可惜最后那捕快被火药重伤，我一路跟着，结果还是晚了一步，途中气就没了。唉，被我看上就意味着死期将至，本喵注定是孤独一生。疼！这复活点怎么在树上啊？他还活着！怎么又是你啊？既然你这么喜欢我，就当我的吉祥物好了。竟然只有 B 加级，难道是影响力不够？这案子陈映雪肯定已经上报，如此大案影响力绝不会只有这么点儿，除非这案子中途就被压下了。所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难怪这些修仙者如此嚣张。罢了，系统把我的点数全都加在长生拳上。既然衙门不敢惹事，那就我来。反正捕快乔木已经死了，也怕牵扯其他人。这就是长生拳大成了。本局全身气血充盈，要刷高评价还是得人前显圣，先提高声誉才行。无常，咱们走，直接上玄天宗抓人。躲进影子里了，稀奇古怪的能力。妖物各有异能，修仙者手段多样，只有武夫在挨揍。这世道啊，这就是以前的河阳乔家大院了。今日15，来玄天观烧香敬神的香客还真不少。求求上仙，我儿子儿媳几日前被妖怪害死了，孙女当日躲在柜子中受了惊吓，昏睡至今，这才醒过来。可成了这般痴傻模样，求上仙救救我的孙女，老夫定日日来观中上香供奉。仙人观中不得喧闹，前面的都是一些达官贵人，没看你们的五品同知大人还在里面上香吗？到后面等着去，仙人也忙着呢。求上仙保佑我的第9房妾室给我生个好儿子。可不急啊，上仙，我老夫人如今就只有孙女这一个亲人了。我给您跪下，我给您磕头了。说几遍了，让你等着！再胡搅蛮缠，别怪我不客气。师姐，你刚才说你儿子被妖物杀害，这小女娃在边上看到了。正是，上仙，我孙女的魂是不是被那妖怪给吃了？确实有失魂之症，请跟我到内殿，我会亲自为她治疗。真的吗？谢谢。婆婆，你可不能跟他走，纵受其凶的就是他。
这声音是乔木，他不是被小虎重伤，怎么会毫发无伤的出现在这里？玄天宗的上仙放纵妖兽行凶伤人，不可能吧？这不是宫门捕快乔木吗？身为衙门差役，凡事要公事公办。既然说我纵兽行凶，可有证据？诸位，我与这捕快之前有些过节，所以今日才来诬陷于我。区区一个捕快，还想捉拿仙人？圣上都不敢。擅闯仙门，毁我仙门清誉，该当何罪？大老虎，爹爹，娘亲，龟孙女，你这是回魂了，没事，奶奶在。这小女孩刚刚是指着明月上仙吗？我好像听说玄天宗豢养灵兽。住口！一群凡人，胆敢诋毁本仙，都想死吗？还有你，抠门捕快带头在仙门闹事，是死罪。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整个衙门都要连坐。是吗？可我不是什么宫门捕快，老虎察和乔匹夫。既然大言律法管不了仙人，那便由我乔匹夫来管。还不快上！无知狂徒，敢对我明月师姐动手，看我把你大卸八块！来得好，就让我看仙本实力。不会仙，你是武夫。武夫只是凡夫俗子，我如今已经拜入仙门，迟早能得到玄门正统仙法，得道长生。原来只是仙门走狗，怪不得在此道观看门。哼哼，只要今日杀你立功，圣业务引我入内门，我就不必在此了。终极绝技，天魔解体！在我乔家人面前耍天魔解体，班门弄斧。天魔解体！想入内门的师兄弟们，跟我一起上！杀了他！哼，小菜一碟。动不了了，师姐快动手！尸骨离火符。什么？去！师姐！长剑瞬间融化，这就是仙术的威力吗？师姐，你害我！若体竟然瞬间化为灰烬，好歹毒的仙法！怎么还是沾上了？好疼！滋味如何？这可是圣女赐我的尸骨离火符，平时舍不得用呢。这火焰能销魂蚀骨，再把你烧成灰烬，它是绝对不会灭的。灭？那就让它烧吧！天魔解体，安全爆发！今日我虽身死，但求世间公道长存！你疯了！乔家乔匹夫，请上仙受死！不可能！我是仙人，我死在本府俗子手里！救我啊，师兄师姐！你们为什么不救我？还好之前把点数都给了长生拳，才能勉强扛住这蚀骨离火。可这具身体已经不行了，这样也好，至少明月没机会对那婆孙下手了。而且当众示仙，人前显圣。再加上离火中化为灰烬的帅气死法，评价肯定不低，嘿嘿。好，玄天宗来复仇了！等等，你们看乔英雄，他身上的火焰消失了。真的，这是上天保佑！飞剑斩断我的手臂，火自然就灭了。看来出手之人不是想伤我，而是想救我。但是都烧成这样，还不容死了呢！刚刚剑就是从那里飞过来的。敢问是哪位高人出手相助，可否现身一见？让我这一趟又白干，让我逮到你，一定好好感谢你。陛下，您让微臣出手救他一命，但感觉他好像不咋高兴。的确，
真是和他兄弟乔木一样难以琢磨。没想到他为了无常妖兽的案子，真跟仙人动手，我一定好好甚至感谢你不惜以命相搏。一个武夫都知道要维护世间公义，而这次为皇帝却不敢逆势而为，如何担这天子之责？臣万死，陛下深谋远虑，所处位置不同，自然无法同他一般鲁莽。其实微臣知道，陛下您一直心系天下，只是仙人强势，您一直在忍辱负重。朕倒更愿意像他一样快意恩仇。罢了，你去把他带走，不要让玄天宗的人盯上。朕不愿眼睁睁看着义士遭难。怎么了？来不及了。明月死了，连蚀骨离火符也用了，还死在了那凡俗武夫的手里。他天资低下，却总爱争宠表现，活该有这一劫。只可惜堕了我玄天宗的威名。今年负责驻守玄天观的是那位赤阳师兄吧？不过他云游去了，估计这事儿要你我负责。也对，毕竟玄天观是香火道观，再不收拾那武夫，日后香火衰败，你我少不得一顿责罚。看来是不需要我等多事了，继续下棋吧。你是何人？这女子是谁啊？武圣灵犀诀感应到的，应该是武技会的人才对。为何对一个修士也有感应？一个寻求道义对错的人，敢问姑娘又是何人？无惧，仙门行事，哪怕是错，也是对。这离火比明月的强不止10倍，看来你就是明月口中的圣女。很好，今日15，你烧香敬神，希望我这匹夫之香上仙受得起。此人身上有武圣灵犀诀感应，武技会竟沦落到派一个6品武者来掌事。明月虽死不足惜，可他终究是我的人。眼下这个时候，我不能损失半点威严。躲在树林里的那2个气息消失了。罢了，由他们去吧。此事不宜节外生枝。这次捡到宝了，这人类居然可以无限复活，这纯和的死期真的爽死本喵了！我说你这家伙，别只顾着吃死气啊！打架的时候好歹帮点忙吧。本喵可不擅长战斗，但是慢慢磨还是可以的。不过这次奖励还不错，死的也值得了。丹田气海又膨胀了，已经是4品武者了，再进一步就是炼神。我现在手上对炼神有益的功法，只有长生拳炼尽篇和纯阳无极功，且都不完整。武圣灵犀诀是低品武者可以修习的炼神秘法，与真正的炼神武学还是有区别的。那位玄天宗圣女用武圣灵犀诀能感应到他，说明他和武技会有点关系，得查查他
看看能不能找到长生拳下卷炼神篇的信息。找到了。有武技会的人混进来了。圣女在上，圣火灼灼，保佑圣村驱病驱魔。这样永城吸收的效率太低了，要突破筑基，还需要更多的香火原力。有武技会的人混进来了。见识过门口那群武奴，我现在强烈怀疑这个圣女的含金量。想不到玄天宗的圣女居然住在这种平平无奇的。鬼大人饶命啊！我只是被我爹硬塞到宗门里的侍女，冤有头债有主，烧死你的是圣女，我是无辜的。喂，我问你，你老实回答，否则我就带你一起走。我什么都告诉你。好，姑且信你，但如果你敢耍花招，绝对不会。我爹是河阳知府，只要你不伤害我，我就让他给你做最好的法事。少废话，你们圣女是什么来历？圣女曾经是武圣人的弟子，名叫武清溪，也是武圣人的养女。武圣人不是罪犯仙宗吗？他的养女能进宗门？鬼大人，你有所不知，40年前武圣人败于仙人之手，之后他辞官创立了武技会，然后就消失了，连我们宗门的长老都找不到他，武道也因此败落。各大武道世家被武圣人吞灭之后，零散的武修也找不到出路。后来大概过了10几年，我们圣女就拜入了仙门。圣女虽修武道，在仙道资质也是绝佳，入门不过5年，就已经远超其他同期的弟子。后来长老们推选她做了圣女，为天下武者表率。从那之后，越来越多的武修转投仙门，圣女大人是我的偶像。好一招千金买马果，难怪会有武道之人愿当仙门走狗。但修仙哪有那么容易啊？武者入了仙宗只是下等仆役，根本接触不到修仙的核心。不过武清仙既然是10几年前拜入的玄天宗，乔家灭门一事应当和他没什么关系。那他这儿估计也没什么长生拳的线索。你对武技会了解多少？有没有见圣女练过什么武道功法，或者她有没有教过你什么？是我自己能力不够，还不配圣女传教，我必须加倍努力，养好的灵兽，照顾好圣女饮食起居，不吃不喝不睡，这样一定能获得她的青睐。这仙宗怎么整得跟邪教似的，还带给人洗脑的？那武清心现在是什么境界啊？哼，我们圣女天资卓绝，这次闭关已经快突破筑基了。多嘴多舌。圣女这是将人命当作什么？不是鬼啊，是你。我乃乔中，白天被你烧死的是我弟弟乔匹夫。我乔家满门忠烈，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悍不畏死。你杀我弟，我是来找你报仇的。又来！不能死太快，得掏出更多信息才行。开个玩笑，同为武技会的人，师姐干嘛这么大火气？愚不可及，总归你迟早要死在武圣人手里，不如我现在就助你解脱。师姐，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连见都没见过武圣人，他为什么要杀我？莫非我身上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啊，我知道，是武圣灵犀诀。你我都练了武圣灵犀诀，看来我猜中了。因为武圣灵犀诀有感应，你以为我是武圣人派来杀你，而你背叛了武圣人，拜入仙门就是为了破解这门功法。我说的没错吧？白天非愚昧的人救了你弟弟一命，你们是皇帝的人。这我和皇帝并无交集，甚至骂过他，他为什么要救我？大元皇帝在哪儿？我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皇帝，你信吗？那你也没什么用啊。这圣女什么毛病？一言不合就动手。
对不起。圣女饶命！公主什么都不会说，现在就写信给我爹，让他想办法修更多的圣女庙，和圣女多供奉香火。记好你的身份，再敢多嘴，本圣女会让整个楼府化为灰烬。是。孙长老，河阳府城这边疑似出现了大炎皇帝身边的非遗卫。知道了，也请圣女继续勤加修炼，早日踏入筑基期。玄天宗找了皇帝许久，这情报里已是为宗门立功了，想来可以换点灵丹妙药助我修行。终有一日，我也会入这玄天宗群星之位，必须尽快提升修为。那乔匹夫被仙人烈焰点燃之后，他成为了一道匹夫之香。火光之中，他悠然嘶声大喊：“我这匹夫之香，仙人可受得起！”好，这乔匹夫果然是人间豪侠客，舒服。一边喝茶一边听别人夸我，这感觉真让人上头啊！但是被烧死实在是太疼了，还是2次啊，尸骨无存。第2次被烧死，评价直接只有 C 了，亏死！虽然我想死，但是我绝不能死得这么不值。武清心，下次见面就该我送你上路。不过这次复活，这副皮囊反倒更年轻了，看来是长生拳有驻颜之效。哈，这波不亏。但细细想来，武清心畏惧武圣人，却能赶堂而皇之拜入仙门，大概率是那个武圣人有什么谋划，把武清心安插进了仙门。而他想借机摆脱武圣人的掌控，所以这武圣灵犀诀到底有什么蹊跷？不感应不知道，这河阳府城竟然藏着这么多武集会的人。武清心传来消息，说大炎帝出现在了河阳府城。按照约定，半个月后永和帝便会扮作普通香客来到青灵山主峰，跪拜玄天宗众仙人像。可他这1个月来东躲西藏，连我也联系不上，难不成是想连阵毁约？他今日倒是敢让飞鱼卫出手救一个强闯玄天观的凡俗武夫，真当是自己权衡利弊，才让大炎从众仙门手中苟延至今吗？9大仙门高居云端之上，40年前就杀尽了大炎的精锐，要改朝换代不过是挥挥手的功夫。我等修仙要的是人间包括香火愿力在内的一切资源，当个人间帝王有何用？不过是一群猴子之中的猴王罢了。我们该是驱使猴王的存在。无所谓，反正半月后他不跪也得跪。届时玄天宗便是大炎天子首个叩拜的仙门，何应大清居9大仙门之首。吃不变节外生枝，偶尔也得给皇帝放松放松，也好展现我们仙门的大度。既然是武清心用离火烧死了人，那自然用他给皇帝一个面子。史书的意思是立武清心为圣女，最初只是想以其为饵，将武圣人挫骨扬灰。可惜这么多年，武圣人也没上钩。既然如此，留他何用？陛下，微臣查到乔匹夫以及他口中的乔家，与当初被武圣人灭门的河阳乔家并无关联。除此之外，雁城内也有乔家的故事流传。乔家父子皆义士，有古之任侠遗风，以死得其所作为家训。祖传功法是天魔解体，这家真不怕断子绝孙吗？这臣就不得而知了。陛下，有一人来了。玄天宗赤阳见过大炎皇帝。哈哈，玄天宗的仙长到这儿，可有事？朕拖着去清明的时间，一路微服私访，怎么会突然暴露？
我自然是来催促皇帝你启程的。对了，昨日有个凡俗武夫强闯玄天馆，我听闻皇帝同您身边这位飞鱼卫似乎是做了点什么呀？我昨日救人用的是普通的飞刀，并无飞鱼卫的特征。不对，武清心是武圣人的弟子，他认出了我投掷飞刀的手法，是飞鱼卫专有的飞星手。大意了，可朕现在也找不到第二条路逃过这扣白。仙长莫见怪，昨天玄天宗决定除去武清心的圣女身份，并将其逐出河阳府城。怎么回事？玄天宗的修士比其他仙门更好说话，居然还讲是非对错。他们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既然此事已了，你也应该立刻启程。半个月后，我们青灵山再见。阁下跟了我一路，何必藏着？出来见见吧。放心，我绝无恶意。在下乔中，听闻您是河阳消息最灵通的说书人，特来向您打听点消息。乔中，你也是乔家的人？我确是乔家人。你是？我叫江城。当初在雁城时被城主郭岩之子当街羞辱，多亏你家乔大侠仗义相助，感激不尽。是你啊！你不说，我还真没认出来。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宣传像乔家这样的侠义之士，鼓舞更多的人去反抗腐朽的朝廷和虚伪的仙人。你这样不怕得罪官府和仙家吗？无妨。刚才你追我的时候，想必看出来了。我的身份不一般，没错，我其实是听潮楼的人。武圣人除灭整个旧武林时，听潮楼活了下来。我们的楼主便是江湖大名鼎鼎的白晓生，他广布耳目，收集江湖各路信息。武林上流传的兵器谱、英雄榜什么的，都是我们楼主弄出来的。就是搞情报的呀。差不多就是这样。都怪最近楼里有些无聊的家伙，搞了什么江湖美女排行榜、年度烂裤裆盘点、江南青楼指南什么的，害得清潮楼威名受损，所以你才没听说过。刚才那些说详细点儿。原来你感兴趣的是这些吗？我主要负责传播江湖真相，那些另类排行榜我确实知道的不多。不过最近武集会的清选使在招揽练了武圣灵犀诀的人，而他们这次的追杀目标就是当年背叛武圣人加入玄天宗的圣女武清心。谢了兄弟，改日请你喝茶。难怪河阳府突然来了这么多武集会的人，原来都是冲武清心来的。如果我能混入这次的猎杀行动，很可能获得长生拳下半部，甚至打入武集会内部。这武清心的一血必须由我拿下。奇怪，居然只来这么点人，就这还想对付武清心？传传送人头啊！小兄弟，看样子你似乎不是武集会的人，与我一样是为了练神功法而来。大哥怎么称呼？找我有事吗？小兄弟叫我老胡就行。反正尊使还没来，找个人聊两句。看你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四品武者，可是有什么上乘的内家功法？实不相瞒，我练的功是从武集会得到的一门上乘功法，虽说只有半本，但当真不错。另外，我还有半本独门秘籍，咱们可以多交流交流啊。好啊，不过只有半本。那以后还得多跟武集会打交道嘞。又是半本，看来很多秘籍的下半部都在武集会手中。武者想要更进一步，就得为他们做事。半本也很好了，以往上乘功法都被武林大派攥在手里，资质稍差的都接触不到核心功法。现在多好，做任务就能拿到，而且半本上乘武学够很多人苦练一辈子了。
话说，我们在这儿坐了半个时辰了，关键的星选使人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出发狩猎武清心？不会是怕了吧？哼，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怎可对尊使不敬？尊使对付武清心，自然有万全的安排，岂容你这小子智慧？武清心不仅是仙门圣女，还是武圣人的弟子，善使一招离火符，昨日便烧死了一个高品武者。那人是近来江湖上盛传的乔家人。乔家是什么背景？骂了皇帝都能毫发无损呐！哦，这么厉害吗？诸位要是怕了，可以回去。反正武圣人只传功给功劳最大者，少一个对手，立功的机会反而更大。明明能一击毙命，却故意留守，所以你有意引导我们出手，只是想试试我们的实力。我说的对吗，星选使？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这里不止一个人练了武圣灵犀诀，你混在其中不易察觉，但仔细辨别就能发现，你散发出的气息远超我们。最关键的是，你身上带有武基会星选使的令牌。刚才那一枪是为了挑开我的外袍子，我竟然丝毫未发觉。小兄弟好身手，敢问姓名？在下乔中，暂时还是用这个马甲吧。乔，最近盛传的那位英雄是你的？没错，那位被烧死的正是在下的同胞哥哥。原来如此，小兄弟是为兄长报仇的。这次的行动难度不低，实力不济的武者只会白白送命，冒昧试探，还请各位见谅。好在各位皆答4品，定能杀死叛徒武清心，获得丰厚奖赏。敦使客气了，我等定然全力以赴。很好，我在客栈备了马，事不宜迟，我们速速出发。话说武清心现在何处？他似乎不在城里。放心，勾魂手徐成和其他几个4品武者已先行一步，找到了武清心的位置。我知道他是成名多年的高手，擅长硬功，打法以命搏命，称得上4品中第1梯队的强者。是徐成，用木桩穿过，活活烧死那个女妖，果然残忍至极。武清心故意减缓燃烧速度，为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燃烧时的惨状，以此威慑。乔兄弟，为何如此有经验？被烧死2次了，能没有经验？有新的感应了。这山林深处有一处村落，武清心就在那里。追！走！大道无时，天眼49，人遁其一。武清心，你虽然因犯错被逐出宗门，失去圣女的身份，但任何磨难都是考验。只要你能赶回青明山玄天总部，仍可成为我玄天宗的弟子。明知我出了玄天馆就会被武技会追杀，还收走了我的法器，还让我赶到青明山。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想让我活着回去。圣女娘娘，你是圣女娘娘吗？听娘亲说，你是救了我们所有人，你是个很好很好的仙人。这小孩，老知府是把周边的难民送到圣女村里，还给我提供香火院里了。灵，你看，圣女娘娘从画里跑出来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圣女娘娘显灵，请恕孩童冒犯，快回去找你娘，大晚上的别乱跑。灵，再见。那小孩是你带进村的？都是别地受了灾的难民，看他们饿得可怜，就都带回来了。后来城里的知府陆陆续续送来银钱和人，这村子也就这么安定下来了。这么些年未见，圣女一切可安好？多谢母亲挂心。圣女说笑了，民妇怎会有此福分，和神仙做母女？民妇是有双儿女，但在多年前便死了。
当年虎圣人为抢秘籍，灭天下宗门，来到我林家。母亲为了保家中老小平安，将武道资质出众的我送给武圣人做交换，可最终还是没能保下林家。武圣人收养我，也只是为了让我做他的武道养料。怎会如此啊？他当时明明答应了我。武圣人连人间王法都不放在眼中，又哪管一个人死活？我入仙门修行，也不过是想摆脱他的控制。如今宗门也弃我于不顾，但我不怪母亲，从来都不怪。10年前你建立圣女村助我修炼，可我想尽办法，还是未能突破。如今我被武吉会追杀，自身难保，来此是想见你最后一面。圣女不过是清源福薄的一根野草罢了，以后的日子还请母亲保重。圣女在上，民妇斗胆，想请圣女赐福。这鬼村子阴森森的，咱们直接闯进去吗？不急，先商量下对策。等等，有人来了。是武清新叫来的帮手。村民而已，别慌。叔叔，你们都是来找圣女的吗？是啊，小朋友，能带我们去找她吗？不行，是坏人！散开！站着别动！有两下子啊，老胡，你这一刀下去，尸骨离火都没了，交给我呗。不过是把沾了火的表皮给去了。先不说了，那妖女肯定感应到了我们，提前设了埋伏，居然利用孩子，无耻至极！这些村民已经教义入脑，无药可救。护我圣女，死而无憾！护我圣女，死而无憾！护我圣女，死而无憾！九九圣火，焚我残躯！护我圣女，死而无憾！是尸骨离火，先退，万不可让火沾到。该死，这妖孽居然耍这种手段！连尸骨离火都能劈砍，老胡怎么做到的？庖丁解牛刀法，这老胡是刀道魁首的后人。刀道魁首？轩辕战争前后，武圣人在白晓生的武林英雄榜中排名第10，而当时的英雄榜第10便是一个姓胡的刀客。哦，比当年的武圣人还厉害，那今后可要找老胡好好讨教了。诸位，这里有我顶住，妖女一定就藏身在附近。嘿，交给你们了。熊熊圣火，焚我残躯，护我圣女，死而无憾。星儿。母亲死了？怎么会？怎么会？怎么会？
会有这么多愿力，为什么不早点死？这么多愿力，一定能助我正经。老胡说的没错，他果然在这里。妖女，你的子期到了，这头功我拿定了。找死！妖女厉害，分3路攻。哎！分身术，我这是到了木叶村。不好，这化身是极火符纸所变。罪人们已被点燃，当入炼狱，灼烧万世。尘世苦浊，大岩朝纲疲敝不堪，覆城覆水苛重，唯我圣女村赐予可怜之人以新生，为世间真桃源。是圣女，圣女显灵了！感谢圣女引渡我儿早得极乐，感谢圣女！邪神之火灼尽尘世罪恶，熊熊之火焚我残躯，引渡我等早得极乐，引渡我等早得极乐，引渡我等早得极乐。很好，再多来点，很快我就能突破筑基了。他们有何胆量，敢凑到我面前找死？妖女，受死！我早登极乐。烈火焚身还有勇气与武清心一搏，倒是个刚烈的家伙。又是你！你们早该被我烧死了才对，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死？为什么你就是不死？我死可以，你不能活！捞！愚蠢的愤怒，愚蠢的战斗，妄想用肉身对抗术，日被烧成灰，终究是我获胜。我不到那时候，妖女受死！看来我终究会原先到，杀了我，你们以为就能活吗？蚀骨离火不死不灭，这里无人不知，杀你胜多行不义。我不义，一群练了武圣灵犀诀的蠢货，你们早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你们也不想想，为什么练了武圣灵犀诀的人互相有感应？为什么所有武者都能练？因为他本就是武圣人，为了方便追杀高品武者，专门创造的秘法呀。仙人战争之后40年，武圣人奔走九州，搜集了3000天资卓绝的武道天才，他们成了武圣人的弟子，有的甚至成了养子和养女。武圣人教给他们最好的功夫，最高深的武技，当然也包括这武圣灵犀诀。然而修炼了武圣灵犀诀的人，最终都将成为武圣人的资粮。武圣人将他们杀死，并夺走他们一身修为。
武圣人那3000弟子，你们猜有多少还活着？哪怕是躲到天涯海角，武圣人也会顺着直觉的指引，将所有人一一杀死。天大地大，从江湖到庙宇，从世俗到仙门，已经没有你我的活命。我在听，多说点。还不懂吗？我们都是武圣人武道上的垫脚石，今日的我就是明日的你。放了我，我有机遇能化解此难，让我们不再笼罩在死亡的阴霾下。死就死呗，方是杀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圣女死了？这不可能！圣女不是死了，是分生。圣女分生了！今天开始，我不只是圣女村，更是仙女村了！说什么离火难灭，我看不及人心万物。诸位，你们还好吗？差点没撑过去，还好杀了武清心，离火减弱了很多。可老胡重伤，失了气力，帮不了我们。诸位试着运功，看能否多撑一会儿，再想办法灭掉这火。你们加油！我这已经2条腿迈进棺材，就等结算。这次干掉个圣女，评分应该稳了。乔老弟，这次杀武清心，你可立了大功，能让我老胡欣赏的人不多，你算一个。尤其你最后没受武清心蛊惑，看淡生死的豪情，更令人钦佩。过奖了，老胡。要不是你，我们连村民那关都过不去。哦，对了，你答应会教我刀法的，没忘记吧？你放心，等回城立马就。老胡！是蛊离火，武清心没死。区区武夫也妄图杀我，只用最基础的仙法屏蔽了生机，任何顶尖的武者都无法察觉，即便受了致命伤，也只需靠符咒便能完全恢复。这就是仙法，武学永远无法超越它。你们这些武者，败在我们仙人脚下，就连武圣人也一样。哎，清心，我将你送玄天宗修行20余年，又给了你这么多时间表演，本想着你能拿出点像样的本事，结果就这，浑身行头就认不出了。这离火仅一息之间便被轻易覆灭了，他的气息比武清心强100倍不止。错不了，他就是武圣人。不可能，绝不可能！为什么我能打破无声灵犀诀的双向感应铁律？为什么你无法提前感知到我？你不配知道！我真傻，他20年前做不到，不代表他现在做不到啊！比当初还要强。对不起，义父，我只是太惊讶您的修为了。我将你取名为清心，便是希望你心境清明，而你偏偏心境差点火候。武道炼神仙道筑基，你是一个都没做到，是怕破境之后也死在我手上，道心彻底崩塌吗？义父，女儿不敢，女儿不敢。也罢，既然你这么想我给你个机会，打败我，证明你有活下去的资格。这么多年，我费尽心思的躲着他，抱着恐惧苟延残喘，这一天终于还是到了。不听话又不能的孩子，可是要被杀掉的。他是认真的，如果我不能赢，就一定会死。武清心要殊死一搏，正好可以好好看看这武圣人的实力。
居然直接上，这要跟武圣人拼武技？我逃了！不可能赢的，我会死，我会死的！回仙门，磕头认错，哪怕受尽折辱，只要能保命，怎样都行。好强！这是武者能做到的吗？当年看你天赋不错，对你还有点希望，如今连逃跑速度都如此平庸，当初留你一命真是一个错误。好在这个错误可以纠正。义父，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活下去啊！凭什么？凭什么我一定要死？我只是想活着。仙门叫我当弃子，而你叫我当养料。你知道一辈子活在恐惧中是什么滋味吗？终有一天会跟我一样不得好死。我的恐怕真要落得和武清仙一样的下场。你怕了？天下武者皆想以武发仙，天下人也皆知，能做到这件事的唯有武圣人。武集会的宗旨是以极致的武力屠尽仙人，方开世太平。可武圣人战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屠尽当时的武林世家。强者挥刀向更强者，而弱者才会挥刀向更弱者。杀不了仙人，先杀自己人。喂，乔兄弟，你干什么？哼，你这样的人，真能开万世之太平？你在教我做事？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对抗仙人至今，牺牲的是成百上千的武学世家，是你的3000弟子，10万袍泽。既然都可以牺牲，那你武圣人为什么不死？有趣，实在是有趣。你这小子比武清心要有趣多了。上来，领死！哼，下来，让我领死。自己找把趁手的家伙。我等你。他没有运气，只是靠肉身便挡住了。既然如此，只能拼死一搏了。魔解体！军用枪术，专磨筋肉强劲，再加上天魔解体，的确是以力打力的好法子。但是，天魔解体这种伤敌1000自损1万的功法，除了葬送你的武道之路，没有任何价值。厉害，不愧是武道魁首，极品的刷分对象啊！傲匹夫休狂，我会的可不止一个天魔解体，
乔家满门用长生拳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一人。乔兄弟，哎，可惜了。世人只知我武圣人为名，却不知道武圣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武圣人的。前半生，我武道一路高歌猛进，官道也一路亨通，直到仙人战争战败，我抛棺弃绝，潜仙武道，创下武圣灵犀诀，并寻到天下前10的至强者们，教了他们完整的武圣灵犀诀，彼此约定10年之后再决战。最终的胜者将集其余强者的武道于一身，以武成圣。当年的天下前10，人人皆可成为武圣人，只是我活到了最后而已。弱肉强食便是这世上最大的道理，这便是我的武道。而你是弱者，太弱了，连让我吸纳的资格都没有。哼，垂死者断臂！可能近1点了，6成出力。这小子为了找机会反击，居然自断一臂，即使身处劣势，意识模糊，身体却依旧死战不退。这样的心性，难得啊！乔兄弟，武圣人居然被压制了。传闻乔家秘法波纹叠浪劲，一次出拳只在6、7分力，同时劲力爆发的极短时间内发出第2重劲，2重劲力叠加，便如浪涛一般重重叠高，迸发出10成以上的破坏力。乔兄弟，加油啊！打垮武圣人！有意思，你比我想的还有意思。是之前吃掉5星星的招式，乔兄弟危险！瞧不起谁啊？现在想吃了我？我乔中是乔家最弱的一个，家中尚有诸多长辈高人隐世祖老，世代追求杀身成仁，与你这个吃人的武圣人是绝配。武圣人，我请问你，若单尽我乔家人皮肉骨血，可图仙人否？既然你那么着急找死，那就成全你。乔兄弟，你们也一样，继续恐惧我、憎恨我，去变强。有朝一日，再次站在我的面前，杀死我，是你们唯一的生机。不杀我，不是不杀，是还不到时候。等我们这些果实成熟，他就会来摘取。我不会让你得逞，我要把你今天的事传告天下。那便传遍天下吧。我恭候一切挑战。